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专门做一期闲聊的视频来解答另一个很常见的移民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移民加拿大。需要说在前面的是，理智的说，我是不应该劝人移民加拿大的，这样一个显得爹味很重，另外一个也可能自取其辱。万一人家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呢？当然，因为大陆社会的畸形言论氛围，我越劝，可能对面的逆反心理越严重，待会又要说我是中介图人钱财了。所以我之后说的东西主要都是我们的个人感受，不包括移民建议。该不该移民加拿大，大家还请自行抉择。我只是说出我们的真实感受以及加拿大的真实情况。是的，全真教。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留言一起探讨。现在就来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加拿大。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我和我夫人两个人。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两个方面回答，一个是大陆方面的情况。关于大陆方面的情况，想说的其实很多，但是又都是些破烂事，就不想详细展开说了。我们出国已经将近10年，除了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会偶尔看看大陆的新闻，后来就完全不看不关注了。当然在这个网络时代，对很多著名的事件还是有所耳闻的。情感上我们对大陆也没有什么感觉，非要说有的话，可能只有恐惧感。有一晚做梦，梦到回到了大陆，街上在搞什么群众运动，实在是很可怕的噩梦。早已入籍加拿大的我们，对不自由的地方已经很难容忍。这边之前流行一句话 You only live once, YOLO， 一辈子就活一次。我们也算活了半辈子了，不可能再接受生活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不自由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要移民加拿大？大陆方面的原因很清晰，随着一次次的事件而愈加清晰。还有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有的那种故土情结，我们正巧都没有。我们觉得生在哪里就要爱哪里是非常奇怪的，因为生在哪里又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不过凑巧生在了大陆，就要无条件的爱大陆吗？而我们入籍加拿大，自然是因为对这边生活的喜爱，这是我们有完全行为能力之后自己做出的理性决定。这个时候如果我再说我并不爱加拿大，还赖在加拿大不离开，就是很虚伪的人了。喜爱加拿大的方面有很多，下面慢慢展开。和很多人一样，我们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加拿大，而是美国。甚至我夫人也是美国硕士毕业生，但是移民美国，特别是对于出生地是大陆的我们来说，常规路径实在是太艰难太漫长了。仔细研究完政策之后，我们选择了相对来说简单很多的美国北方邻居，也就是加拿大作为我们的移民目的国。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应该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我们的移民经历，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简略的说，我们就是非常典型的留学移民。我们当时一个读书，一个配偶工签工作，积累了1年加拿大本地经验之后，就通过加拿大经验类项目 CEC 移民了。从最开始来读书到拿到 PR 身份是2年左右，应该还算是速度比较快的。这其中还挺多故事的，也不是一帆风顺。之后有机会再单聊一期。我有一个信条想分享给大家，那就是选择远远大于努力。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努力或者不打算努力，而是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道路，事情做起来就顺畅很多。这个时候努力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目标，那种成就感是非常美妙的。特别是可以一开始就制定好所有路线图，每达成一步都有持续的正向激励反馈，这件事就很值得做。移民加拿大正是这样的一件事。我们从一开始的官网政策研究，选择路线方案，到选校，准备申请材料，准备雅思，递交学校申请，拿到录取后递交学签申请，到来到这边生活、上学、找工作，到满足条件后申请移民，这一切都基本上和最初的计划一致。即使中间确实出现了政策变化，我们也并没有慌乱，因为我们有备选方案，还不止一个。所以最后移民的大目标达成之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多小节点目标。这种按部就班，一点一点迈进自己的梦想的感觉确实非常美好。我们时刻感受到的就是命运完全把控在自己的手上，并不特别依靠某个人或公司。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就实现了移民，这也是加拿大移民的一个特点。相对于隔壁美国那种基本上要靠雇主来担保的模式，加拿大可以很自主。
移民加拿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加拿大的留学移民政策非常公开透明，一切信息都可以在官网找到。即使远在太平洋的这一头，但是从项目介绍到资质要求，到申请流程、各种费用等等，全方面的指南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并且一切都是免费的信息，只要对照着做就行。遇到不懂不清晰的地方，还可以发信去给官网询问。我们最开始当然也完全不清楚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但是潜心研究了加拿大各大移民局官网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已经胸有成竹，可以从容制定全面的移民路线图了。不仅仅是一套方案，更有多套方案可以灵活切换，这点可能是很多在大陆生活的朋友完全无法想象和理解的。经常会有人来问我讲的信息在官网有吗？我有点哑口无言的同时，也深深理解在大陆生活的不易。那是一个大多数情况找人才能办好事的社会，以至于很多人有了路径依赖。办加拿大移民的时候，也觉得只有多找人问，才能问出个所以然，才能办成。我一直想知道，如果他们问一个问题，5个人有3种回答，那到底应该信谁的？当然，更有很多人相信的是，没有中介是不可能来留学、来移民的。有些中介也非常会 PUA， 直接说 DIY 留学移民的99%都失败了，这种鬼话。我知道要改变这些观念是挺难的，我也只能尽我所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加拿大是不一样的，只靠自己研究官网信息也可以实现目标，最终移民。加拿大的留学移民信息获取门槛低，自主性强，加上我之前介绍那么久的各种移民项目，难度水平有高有低，选择面广，这些前置条件都让移民加拿大变得友好很多。除此之外，加拿大的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等因素也是我们选择这里的很大原因。总的来说，在加拿大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我们喜欢加拿大，喜欢这里的生活。当然，我们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这点当然可以理解。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欢的点，对我来说居然全都不是问题，有时候还挺令我诧异的。下面就分开来说这些点，应该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点。首当其冲的必须就是加拿大的气候因素了。毕竟我来加拿大之前，对加拿大的气候除了冷，似乎也不知道别的。看看地图也会发现，加拿大的领土除了特别大，就是特别北，一直到北极圈、北冰洋都是加拿大的领土范围，所以冷是肯定跑不掉的。没错，加拿大的气候肯定是冷的。任何人要否定加拿大的冷，那绝对是不客观。这里的冷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温度低，冬季比冰箱冰柜的温度还低。除了绝对温度低，低温时间长，也就是冬季时间特别漫长，也是一再被提及的。这些我通通都同意。有些年份真的是从10月份开始入冬，一直冷到来年的5月份，4月份再来一场大雪也是家常便饭。但是说了这么多客观数据上的冷，不要忘了，冷不冷也是一个主观感受。在加拿大实际生活中，是不是就很难受呢？是不是就是西伯利亚的那种感觉呢？我想说的就是，正因为太冷了，所以在加拿大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冷的时间并不多。这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室内都是恒温的，这边的房屋是不可能没有暖气的，没有的话管道会结冰破裂，房子都要塌。而冬季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这里不仅仅是指家里和办公楼，即使在市区，各种建筑也是通过很多地下通道、封闭天桥相连接的。所以加拿大人当然也知道冷，也早就想到了应对方式，那就是尽量减少室外接触。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乘坐交通工具。这边的冬季想要在室外长期步行是不现实的，一个是冷，一个是积雪很多，走路都不方便，所以都是要乘坐交通工具的，比如地铁、公交车。当然更多的还是自己开车，这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北美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不是汽车发烧友，但是我喜欢开车，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我去到哪里基本上都是开车。开车停车不方便的地方我一般都不会去，自己车内也有暖风，外面即使零下20度，车内还是暖和的。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室内有暖气，一年四季恒温22度左右，出门就开车，想冻着并不太容易。唯一暴露在室外的短暂时间就是停车场走到建筑楼的那短暂几分钟了。如果是地下停车场，那连这个时间都省了。
所以在加拿大生活，虽然温度很低，气候很冷，但是我连毛衣、秋裤都没穿过，因为来不及脱啊。基本上都是在室内活动，出去走一段路，也就是一件单衣配一件羽绒服这种，而且从来都是单裤。这些情况在中国北方生活过的朋友也许有体会，但是对于很多在南方生活的朋友来说，确实超乎了想象。他们以为的加拿大冬天就是要穿很厚，在室外对抗严寒。不排除有这样的人，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要长期在室外活动，但是你不喜欢，不选这样的工作就是了。在这边最难受的时候，应该就是刚来的时候，还没买车，出门要在外等公车，多数时间仍需要步行的阶段，那确实是很需要一些毅力和抗寒属性。所以真的是不打算开车的话，在加拿大就要做好防寒防冻的各种准备。我刚来的第1年就经历过这种，零下37度的时候还要在外面等公车，手机电池都冻坏掉了，手机直接黑屏关机，非常残酷。当然也有人爱死了这边的冬天，因为他们就可以去滑雪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酷爱滑雪，到了痴迷的程度，下班之后就要去滑，滑完再回家，周末再驱车4-5个小时去著名的雪场滑，一年里还要飞几次其他省甚至其他国家的著名雪场去滑雪。有能远程办公的朋友，甚至冬季都要离开城市搬去雪山附近去住，就是为了每天都能去滑雪。这个运动的魅力这么大，实在是让我叹为观止。希望我把加拿大的寒冬气候说得很清晰了。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这里并不是一味的说加拿大的冬季就特别糟糕或者完全不糟糕。知道了真实情况再做出选择，比盲目猜测臆想或者只听网上那些单纯情绪输出要好很多。我个人还是非常适应加拿大的冬天的，虽然我也不滑雪滑冰，但比起冷我更怕热。想起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夏季的命都是空调给的，随便动一动就是浑身汗，这边真的舒服太多了。我也完全能理解有的人不喜欢冬天，不喜欢下雪，也不喜欢开车，喜欢冬季也不冷，可以在室外长时间活动，那么不选加拿大就是了。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时间关系只能分开几集放出了。下一集说说这边工作市场以及我们找工作的事情，敬请期待。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评论、点赞，还有谢谢我的会员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